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27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独家洞察：广岛 G7 峰会是中国的广场协议时刻吗？刚结束的7国峰会不指明地设立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某些限制。同时，国际上唱多日本的声音渐多，一些人，特别是不看好中国未来的人们，在谈论这是不是中国的广场协议时刻。考虑到广场协议时的日本面临的挑战和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情况的同和不同，我认为中国政府面对这些年美国在贸易上对中国的施压时，应对基本得当，打击金融投机，打击各类企业海外过度投资，打压房市，以避免资产泡沫化，基本走过了第一阶段的交手，为后续的应对打好了基础，应该可以避免未来10至20年经济落于长期低迷的状况。复盘广场协议，美国逼日元、德国马克升值，以图挽救美国的制造业。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后，以降低利率保持经济活力，带来的副作用是资产泡沫。日本人富裕的感觉造成购买力大涨，通货膨胀终于面临经济大拐点。恰逢亚洲四小龙崛起和之后中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日本衰落20年，虽然起始于广场协议，但错在应对。衰落后期又是亚洲邻居们在制造业和日本争夺市场时刻，日本在创新和技术升级领域内也没有颠覆性的革命，经济也就没了动能。大家把德国作为广场协议的优等生，马克升值后并没有过度使用对冲的财税货币政策手段，而是平稳应对，注重提高产业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避免了资产泡沫。但大家在表扬德国时，容易忽略德国的生产平稳发展也得力于苏联解体后欧洲市场的扩容和欧盟的建立，得力于东西德合并等因素。这一点和直接面临新兴国家制造业兴起的日本的大环境有很大不同。而广场协议的始作俑者美国，并没有因此保护了自己的制造业，其经济直到克林顿时代的 IT 革命才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10年，走向了新经济。当然，美国之后的各种经济政治挑战是另一个话题。如果广场协议有参考意义的话，我的观点是依靠限制别国的发展并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强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中国部分学习了日本的经验，及时避免了资产泡沫带了各种潜在问题。最近所谓的德国模式更可能是这种思路的体现。中国一带一路以拓展新的海外市场，也许也给中国普通制造业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为新技术高端制造业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中日基本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内生需求远远大于日本70、80年代的规模，政体也不同，但相同点也很多，特别是封闭文化传统和对移民的谨慎，使两个国家在产品出口热衷和在对世界原材料大宗商品的渴求外，其科学技术研究、文化和服务业的配置国际化都乏善可陈，使得其解决问题的视野只能基本上在国内寻找方案，而不是像美国在世界市场找解决方案，也不像德国有欧洲市场作为其后花园。当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逐渐形成时，中国能应对当前的挑战，保持下一个10年、20年平稳增长的同时，能否避免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后的挑战，仍然会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我在审视新兴市场中中国企业的努力耕耘和面临的挑战时，我当然看到了和日本企业当年努力的相同点和不同。或许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中的表现，特别是面临着来自于新生制造业国家，比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和挑战时的表现，可以为预判中国在下一个10年的发展前景提供一些研究的参考。本文作者杨天，航运公司 CEO， 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Subscribe。香港主要民主党因中国安全镇压而解散。路透社。香港公民党在其成员投票结束该党后宣布解散，使其成为近年来倒闭的最大反对党之一。在来自中国的压力下，香港的民主反对派在国家安全法的出台和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之后一直在挣扎。以代表香港专业人士，包括律师、会计师和学者而闻名的公民党被认为是更温和的民主声音。
由于中国政府镇压香港意见人士，该党的几名成员已被逮捕或流放。中国将加强与韩国的半导体合作。彭博社，随着全球芯片技术和供应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和韩国同意加强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对话与合作。科技行业已成为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国家安全的关键战场。美国已经将中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切断处理器的流动，并禁止其公民向中国芯片行业提供一些帮助。中韩商务部长在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会面，讨论了维护产业供应链稳定以及双边、区域和多边领域合作等问题。中国打击超过100万个社交媒体帖子和账户。彭博社，中国政府在其最新的内容审核活动中禁止或关闭了超过100万个社交媒体账户和帖子，这些账户和帖子被认为是散布谣言、滥用慈善机构或冒充政府。此次打击行动是北京监管科技行业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上个月，监管机构收紧了旨在规定基于算法的平台应如何运作的规则。中国航母山东号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路透社，中国航空母舰山东舰星期六在另外2艘船的陪同下驶过台湾海峡。此举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紧张之际发生的，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将该地区增加的军事活动描述为骚扰和恐吓。尽管紧张局势持续，中美仍举行更多贸易谈判。金融时报，美国贸易代表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讨论经济和贸易争端，以及对北京对美国公司的立场的担忧。王谈到了对特朗普时代关税和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担忧。这次会议是在美国总统在7国集团峰会结束时预测两国关系即将解冻5天后举行的。王与戴琪的讨论是在与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会谈之后进行的，这是中国高级官员自2020年以来首次访问美国首都。中国部长称，亚洲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路透社，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亚太地区经贸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风波。在底特律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他承认该地区存在困难，但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愿意做出贡献。他还强调了开放区域主义、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以及可持续和包容性贸易发展的重要性。在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中，世界各国领导人一直在寻求加强全球供应链的方法。朝鲜在大流行期间建造了巨大的边界墙。路透社，朝鲜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数百公里的边境围栏和围墙，以封锁边界，防止外人进入和朝鲜人逃跑。平壤收紧了进入该国的信息和商品流动，在几乎没有得到官方媒体承认的情况下建设基础设施，此举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包括扼杀经济生命线。该项目已经见证了逃往韩国的人数急剧下降。去年只有67名叛逃者抵达韩国，而2019年为1047人。该国的强化边境区和电子边境围栏也旨在帮助遏制 COVID-19 的流动。然而，镇压使妇女等弱势群体付出了代价，并给生活在周边地区的人们造成了经济压力。金正恩改变了他统治下的城市地区，加强了国家对党生活机制的控制，这是一种社会信用体系，用于评估公民对军队和远离边境的其他党员的忠诚度部署影响力，否则建立权力基础并对领导层构成威胁。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obrief.com